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埃德加·布朗夫曼2世曾错过执掌好莱坞影视巨头的机会，几十年后，他再次寻求掌控派拉蒙环球影业。该影业拥有《壮志凌云》和《教父》等经典作品。让我们关注2025年的薪资涨幅预期下降，平均为 3.5%， 低于2024年的 3.6%。经济条件、劳动力竞争、通胀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导致薪资涨幅减少。让我们关注艾略特投资管理公司成为竞拍委内瑞拉炼油商 Citgo 母公司拍卖会的领先竞标者。如果获得批准，竞标将被推迟到11月7日。接下来这条 NASA 决定因波音飞船故障风险太大，让2名宇航员搭 SpaceX 飞船返航。原定1周的测试飞行延长至8个月。经过3个月讨论， NASA 决定由 SpaceX 执行宇航员返航任务，波音飞船将无人驾驶返回地球。接下来，谷歌 Pixel Watch 3新增心率监测功能，可通过手表后置传感器检测心率。当监测到心率停止时，手表将自动联系紧急服务人员，进一步提升智能手表对用户健康和安全的保障。让我们关注巴西央行行长表示，市场的波动可能表明市场预期未来财政和货币干预空间将减少。下面这条，今年迄今垃圾债券市场面临的到期债务明显减少，缓解了对潜在违约潮的担忧。企业以较高的利率再融资，抵消了他们可能会背负不可持续债务成本并导致破产的担忧。投资者为锁定收益率而在预期降息之前需求增加，压低了利差。接下来， NASA 宣布不会使用波音太空舱接回滞留的2名宇航员，这对陷入困境的波音公司来说是又一个挫折，尽管经济损失可能低于声誉损失。让我们关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年会结束，鲍威尔主席的讲话确认将于9月降息，提振股市和美国国债。英国和欧洲央行官员也暗示降息，美联储官员表示降息应循序渐进。下一条，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将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即将降息的预期，而消费支出数据将表明美联储成功维持了经济扩张。接下来， Telegram 创始人 Pavel Durov 在巴黎被捕，因 Telegram 缺乏版主导致犯罪活动猖獗。接下来， CMS 宣布了一份药品价格协商清单，涉及包括癌症、糖尿病和心脏病在内的多种疾病，用于帮助医疗保险受益人节省处方药费用。清单上药品的价格将平均降低 60%， 该变化将于2026年1月1日生效。此举旨在为因高昂医疗费用而负担沉重的老年人提供帮助。让我们关注加拿大仲裁员为解决铁路罢工，下令工人复工，工会将遵从，但计划提出诉讼。接下来，派拉蒙的老板埃德加·布朗夫曼计划与亚马逊或苹果等科技公司合作，以提升其流媒体业务。最后一条是，加拿大劳工部长要求加拿大2大铁路工人在强制仲裁下复工，劳工关系委员会同意了该请求，并延长了工人的到期合同，并要求铁路公司立即恢复运营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